这期节目咱们继续带来发生于日本北海道的案件，而且还是刚刚发生于上个月的案件。案件的被害人是一位叫做村山月，正在就读于北海道留萌市一所女子高中的17岁女孩。根据日本媒体已经公开的信息显示，村山月先是被一个叫内田梨湖的21岁女子为首的涉黑团伙强行押上车后，扒光了衣服，拍视频戏弄她，又用绳子将其双手绑住，悬挂在北海道旭川市神居古潭附近的一座跨江高架桥上。经过10几分钟的凌虐，最终被推入了石兽川中。但最离奇的是，当案件被媒体曝光后，日本民众追根究底的追问究竟是为了什么的时候，人们惊奇的发现，原因竟然仅仅是村山月所发的社媒照片中无意把那个叫做内田梨湖的女孩拍了进去，而这个女孩又以侵犯她肖像权为由，在双方没有任何交集，甚至事发当天也只是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情况下，突然就纠集同伙对村山月实施了暴力且残忍的杀害行为。最让日本民众无法理解的是，村山月4月份就报失踪，5月份尸体就被民众发现，且在此期间，嫌犯内田梨湖不止一次的在公开直播中提及此事，就差拿着喇叭到处叫嚣是他自己干的了。但日本警察就是在全日本的民众都知道加害者是谁的情况下，始终没有逮捕内田梨湖，直到上个月，也就是2024年6月12日才紧急逮捕嫌疑人内田梨湖。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嫌疑人内田梨湖的落网也仅仅是这个案件被掀开了小小的冰山一角。周刊文春的记者调查后发现，嫌疑人内田梨湖与日本警界有着扯不清理还乱、千丝万缕的复杂勾连，究竟是怎么回事？鼓励大象马上开始。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节目一开始，我们有必要先来认识一下这次校霸事件中的加害者21岁的内田梨湖。根据日本媒体和熟悉内田一家的日本网友爆料，内田梨湖的家境可谓是比较优越的日本中产阶级。内田的父亲是北海道旭川当地的一家建筑和土木工程公司的代表。熟悉内田家的邻居表示，虽然内田父亲看起来有点疯狂，比如身上会有纹身，但人很善良，且邻里有什么事情都喜欢找内田代表前来帮忙，通常他都表现得很热心。内田的妈妈事发时是个普通的家庭主妇，但她曾是一家化妆品制造商的护理人员。内田的母亲看起来是那么的亲切和善良。内田梨湖还有个非常爱自己的哥哥，他们的母亲曾在脸书的页面上记录着2个小家伙一直很相爱的字样。熟悉内田梨湖的一位老邻居表示，梨湖从小到大都是个活泼的孩子，小学的时候个子就比同龄的孩子们高大一些，性格也很阳刚。当一些小女孩与男孩们发生冲突时，小梨湖就会像个大姐头一样强势地挡在女孩们的前面，女孩们把她当成自己的英雄。初中以后，事情好像变得有些复杂起来。梨湖的一位初中同学回忆说，内田梨湖在初中时是一部分不爱上课的女孩们的小将军，她们总是聚集在一起，有时会攻击一些她们不喜欢的人，甚至躲在僻静的地方躲着抽烟。梨湖高中的同学对她的印象好像呈现出不同的观点，有人说她的性格要么让人非常喜欢，要么让人非常厌烦，因为她总是和高年级调皮的前辈们一起出去玩，有时候还会强制同辈或晚辈点的同学陪他们去逛旭川站前的永旺百货。另一个新闻节目的采访似乎也证实了梨湖是个身体素质非常好的女孩。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她都是体育篮球社团积极活跃的分子。一切让人不安的变化似乎发生于2023年3月左右。内田梨湖年满20岁，但她没有参加自己的成人礼。可是在她的社群媒体里，她几乎每天都会发布自己晚上在成人酒吧泡吧泡男人的照片，似乎对此她非常有兴趣。与她一起被捕的19岁女孩藤岛曾对旭川警察说，梨湖非常在意自己的外表，一张照片她能 P 上1-2个小时。日媒周刊文春的一篇报道则明确指出，内田梨湖自高中辍学以后，似乎就陷入了一种不能自拔的混乱私生活状态里。她似乎很清楚自己的性别优势，她长期与多名男性保持着恋爱和肉体上的关系。尽管她只有21岁，但对她而言，要让一个男人给你面子，你
必须与他确实发生过关系。离湖这里所说的关系，其实就是指肉体上的接触。他和他的同伴比喻说，和男人睡觉就像握手，握过手了，咱们才是朋友，不是朋友，最起码也不是敌人了。对于男女之间的关系，离湖似乎看得特别无所谓。他的初中同学回忆说，有一次初中同学聚会，他就看上了一个男生，聚会还没结束，他就拉着那个男生去开了房间。朋友们呢，这里先行标注一下，正是因为离湖的这一特别嗜好，也为这次村山月的暴力事件埋下一个伏笔。那个为他提供庇护、长得还非常帅气的伊藤警官，稍后也即将登场。日本媒体把村山月暴力事件的起始原因归结为是被害人村山月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一个年轻女人豪放吃拉面的丑照片，而这个照片的女主人就是暴力事件的加害者内田离湖。只是这个时候的村山月并不知道自己在拉面馆的一次拍照分享会触碰了内田离湖的敏感神经。在这之前，村山月与内田离湖完全是没有任何交集的陌生人。直到4月初的一天，内田离湖突然通过社交媒体给自己发来了私信，私信称，你没有通过我的授权就使用了我的照片，你侵犯了我个人的肖像权。刚开始的时候，村山月并没有把这条私信当成一回事，随手就点了删除。但他在翻看相册的时候，确实发现照片的后面真的有一个吃拉面的陌生女孩。村山月的同学回忆说，村山月觉得确实有些不妥，便主动删除了照片。但社群媒体艾薇的私信另一端的内田离湖已经进入一种失控的状态，开始疯狂私信轰炸村山月，一边骂他太大胆不给他面子，一边放言要灭了村山月，还在私信里发来了很多内田离湖喝酒打架的照片。村山月一个只有17岁的高中学生，哪里见过如此疯魔之人？已经吓得六神无主的村山无奈之下，只得答应内田离湖10万日元电子货币侵权赔偿的要求。就在村山月同意赔钱并开始用手机操作电子转账的时候，不知为何总是操作失败。久等未见到10万电子日币的内田离湖打来了语音电话，你说话的态度让我非常不高兴，你现在马上出来，我们见面谈一谈吧。至此，被害人村山月与内田离湖在现实生活中既不认识，也未曾见过面。2024年4月18日晚间，也就是暴力事件发生的前一天，内田离湖利用社交媒体的通话功能威胁村山月，说他们已经将车开往流盟市，如果你不出来的话，他将会动用黑白两道的关系杀了他们全家。心思单纯的村山按照内田的要求，在流盟一条马路的路边车站等着他们一行3人，除了内田本人以外，还有一男一女。见面后，内田3人就把村山锁到了车里。根据日本警方最新对外的消息显示，当时村山月和他们前往旭川事发地的途中，曾试图在一家便利店附近逃跑，结果被内田3人袭击后重新绑回了车里。依据与内田离湖一同落网的19岁女孩藤岛的说法，村山月被他们监禁在车里前后多达4个小时，直到他们把村山月从神居古潭附近的大桥上悬挂吊起，直至抛了下去。熟悉村山月的朋友表示，村山是个性格非常开朗的女孩，虽然长相一般，但她一直是大家的开心果。有她的日子，她总是让每个人都能愉快起来。初中的时候，村山的父母开始分居，他和他的母亲搬到了鲁莫伊市的祖父母家。村山在那里就读高中，但似乎村山的爸爸会经常去妈妈那里探望村山。他的爸爸好像是海上的船员，妈妈是一家超市的收银员。村山还有个哥哥。对于村山月的遇害，村山家的父母不太愿意面对采访。周刊文春的报道则指出，村山月的母亲很难相信女儿会因为与他人发生正面冲突而遇害。在村山母亲的眼里，她一直是个乖巧的孩子。村山的母亲更难相信的是，自己的女儿在生前曾在被人囚禁的4个小时里，被一伙流氓扒光了衣服并惨遭猥亵。落网后的内田离湖也承认，当时有参与猥亵行为，并拍下视频戏弄村山月，扬言如果村山反抗的话，就会把视频传播出去。2024年4月19日，接近凌晨2点的时候，村山月被内田离湖他们用绳子绑住了手脚。
悬挂在跨江大桥之下。十几分钟之后，他们把女孩推了下去。这里特别有必要和大家报告一下的是，事发地神居古潭是日本北海道石狩川流经的风景区。根据当地旅游协会的相关介绍，神居古潭在阿伊努语中意为神仙居住的村庄。近年来，它在流行漫画中被描述为神居圣地，就是在这样一个神仙庇佑的地方。村山月似乎没能等到居住在这里的神仙将他救起。北海道警察问及为什么要把村山月从流蒙市途经60公里拉到旭川市的神居古潭进行杀害，内田离湖的回答进一步佐证了对于村山月的迫害行为是在其有组织有预谋的情况下谋杀的。他说，我之前就来过那里玩耍，知道桥周围没有安全摄像头，而且这是一个僻静的区域，所以才把高中女生带到了那里。村山月被害后的第2天，内田离湖向他的几个朋友发送了消息，他说，我让那个高中女生道了歉，然后他就回家了。日本警方认为，事实上此时的内田离湖是有些心慌的，此举也只是他试图掩盖自己的罪行罢了。1个月后，2024年5月，村山月的尸体被神居古潭附近的居民发现。在确认遗体是失踪多日的流蒙市高中女生的时候，村山月的父母已经往返警局1月有余，但始终没有女儿的消息。当事件被日本各大电视不停报道的时候，其实网友们第一时间就已经指名道姓地指向了内田离湖，因为事发当天，内田离湖绑架村山月的时候，不仅拍了照片，还曾现场直播过一小段。按他的话说，他不是开玩笑的，他必须给村山月一些教训瞧瞧，要不然他太不把我当回事了。当日本警方透过媒体正式说明死者就是失踪多日的17岁女孩村山月时，当时观看过内田离湖当天直播的网友一下都涌到了内田的社媒账号下，愤怒留言：是你杀的吧？同时，曾被内田离湖一伙人敲诈勒索的网友也都纷纷下场指证，内田离湖和他的那些小混混朋友们会经常出没于各大社交媒体，他们会专门寻找针对旭川本地的在校学生，警告他们小心你用词的方式，然后打电话给他们，如果你想让我原谅你，就需要给我现金。没有人知道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敲诈勒索了多少钱，但有很多人确实都给了他们钱。随后，离奇的事情发生了，就在日本的社群媒体已经将真相呼之欲出的时候，却迟迟没有等来日本警方的抓捕行动。这一反常的情况引起日本媒体的高度关注。日本知名的新闻调查机构周刊文春直接派出2路记者深度跟踪村山月之死事件，他们的1路记者直接紧盯加害者内田离湖，另外1路记者则把镜头对准了负责办案的日本警察。不得不说，周刊文春的职业敏感度和新闻嗅觉是异常精准的。2路记者调查过后，竟然出奇的汇聚到了一起。他们惊奇地发现，负责办案的警察与案件主嫌犯内田离湖早就认识，而且一直处于婚内出轨的状态之下。朋友们应该还记得我们刚才特别标注的内容吧？这个帅气的日本警察，他叫伊藤雄贵，职衔是警部府。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这个警部府可不是什么辅警。按照日本警察职位体系等级的划分，警部府的职权位阶相当于国内警察局副局长的职衔。根据目前日媒已经曝光的内容来看，内田离湖与伊藤雄贵直至事发前也还都保持着高频次的见面机会。他们经常出现在一家旭川中央警察署供应商的商店，您可以理解为那是一家超级便宜的小酒吧，只要花上2000日元，你就可以喝上2个小时。熟悉伊藤警官的周边民众表示，内田小姑娘很喜欢和伊藤在一起喝酒吃饭，不仅自己喜欢，她还经常带着她的小姐妹和伊藤及他的同事们一起聚餐喝酒。当然，内田离湖的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些内容确实也证实了这位知情人的说法。内田离湖把他们聚会的视频大方地抛在网上，并和他的小伙伴们吹水说，姐姐黑白两道都有人，你们有事不必担心，姐姐会帮你们摆平的。似乎也正因如此，参与此次的村山月被杀事件的另外2个嫌疑人也都一致认为内田离湖确实是一位人脉广泛的大姐，即使出了什么事情，她都可以摆
摆平的。那么问题来了，一个辍了学的社会小流氓是如何与一位警察局的警部府勾搭到一起的？接下来，周刊文春的深入报道又爆出了一个惊天大瓜。原来内田梨湖与伊藤雄贵早在2-3年前就已经在一起了。当时旭川警方为了解决问题少年们思想方面的一些难题，便组织了一个专业的警察小分队，专门负责未成年少男少女们的心理问题预防工作，需要时时留意孩子们的心理状况，经常与之聊天沟通。而伊藤刚好就是这个特别小组的负责人。换句话说，伊藤和他的警察男同事们那段时间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和问题少年少女们沟通谈心。久而久之，10年作为问题少女的内田梨湖自然对这个长相帅气的警部府动了心思。本着要让这个帅气的男人给自己面子的原则，内田梨湖千方百计的在一次酒精的迷醉后与伊藤雄贵发生了关系。就很离谱的是，事后伊藤雄贵竟然没有及时制止这种不正常的伦理关系，他竟背着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在外面搞起了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的婚外游戏。根据目前周刊文春曝光的内容来看，似乎伊藤雄贵与内田梨湖这么多年来就一直保持着情人的关系。时至事发前，内田梨湖还曾带着他的小姐妹与伊藤及他的同事们在酒吧里花天酒地。对于村山月的尸体被发现后，日本警方迟迟没有逮捕内田梨湖，这其中伊藤雄贵是否起到了故意遮掩和隐匿包庇的作用？日本警方始终三缄其口，没有承认，但也没有否认。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内田梨湖一旦因谋杀村山月的事件被捕，那么伊藤雄贵与内田梨湖的情人关系也就会立刻浮出水面。因为按照梨湖那爱显摆又幼稚的所谓他有的警察关系，即使办案警察不提，他自己也会自爆出来。想来这也许就是日本警方迟迟没有逮捕内田梨湖的部分原因吧。而按照以往日本媒体的行业惯例，大事件曝光前一般都会提前知会利益的相关方，并留有一定的反驳空间。如若事件被正式曝光，这也意味着被曝光的一方并没有更为有力的证据进行反驳。如若事件被曝光后，当事方还没有公开否认，那么这就意味着当事方的当事人默认有事，最起码也是有问题的。回到今天案件的本身，案件主办方北海道警察局没有承认也不否认的态度，一般都会被理解为正在查明事件的真实度、轻重程度、细节认定以及如何处理和处分的问题。大概率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给日本国民一个完整的交代，所以不能立刻表态。法国作家法图迪奥梅在《桑戈马尔守夜者》一书中描述了一个遭遇丧夫之痛的非洲女人库姆巴如何在改嫁与自力更生之间做出选择并救赎自己的故事。书中有这么一句话：习习微风治愈了阳光的灼热，美景让苦难变得不合时宜。虽然说用这句话来描述今天村山月的遇害事件，多少会让人有种脱离现实的无奈感。正如已经遇害的村山月，是什么让他最终走进绝境？又是什么能够真正救赎这些面临危机事件的孩子们？值得全社会为之思考。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订阅万象的频道。平安喜乐。